我们本来是第二天的早上就要去到我们盖上次的 podcast 我们说了我为什么离开了西班牙。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的 podcast 来继续说我在摩洛哥的故事。2020年12月26号，我背上我的背包，很大的一个旅行包或者登山包，我从西班牙出发了，到了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妈，对呀，刚刚早起还没有风呢，这会儿风这么大。去吧。我也给你上个镜。当时从西班牙到摩洛哥的机票巨便宜，超级便宜，便宜到不行。从巴塞罗那飞到马拉喀什，我一共花了20欧元。20欧元啊，朋友们，在伦敦坐个地铁，坐个火车，是不是也差不多这个价钱？然后我到了马拉喀什之后呢，在那里住了2个晚上，那种感觉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文化，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当天晚上我是住在一家青旅里面，所以一家青旅呢，就是你会和别人分享这个房间，你不是一个人住，你是跟很多的人一起住。但是因为当时是全球疫情期间，所以去摩洛哥旅行的人很少，几乎没有。那么我在那个青旅住的这个房间呢，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跟其他的人共享这个房间，因为人很少，所以当时晚上就只有我，然后和这个青旅的老板，我们2个人在青旅的客厅里面聊了很久。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跟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聊上帝，或者对于他来说是真主阿拉，很有意思。而且在当晚我吃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道摩洛哥菜，是塔吉锅，超级好吃，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天我在马拉喀什的街上游荡了很久，有一点神奇。当时我的手机是没有网的，我没有买当地的手机卡，所以我的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呢，我出去就也没有网络，我不能发短信，不能打电话，也不能看地图，也不能在网上查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天气呢，白天太阳晒的你外套要全部脱掉外套。我可能只穿一件这样的卫衣，
都会被太阳晒得很热很热。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又很冷。我晚上差不多穿着衣服，然后还盖着被子，都觉得很冷。因为我当时呢是有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去摩洛哥最南边的一个叫 Dagunet 的小镇子里去做志愿者活动。什么志愿者活动呢？简单来说就是给人盖房子。这个 Dagunet 就是如果你要去到撒哈拉沙漠，你需要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就是这个 Dagunet。 去 Dagunet 是没有火车的，我当时是买了一张巴士票，这一趟巴士我坐了差不多9个小时。如果在中文里你还不会用一只手从1数到10的话，我们今天来看一下，1、2、3、4、5、6、7、8、9、10，所以我坐了9个多小时的巴士，我才到了那个 Dagunet。 我到了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没有网，手机没有网，所以我呢不能给我的那个 host 发短信，所以我们用了很原始的方法。他觉得我的巴士快要到车站的时候，他出来在那里等我。当时很冷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是马上就要1月份了。1月份的摩洛哥或者1月份的非洲，至少是北非，在晚上真的很冷。因为我是当时唯一一个亚洲面孔的人，所以我下车之后，他一眼就马上认出了我，这个人是佳琪，这个人是我们的志愿者。所以我当时就跟他去到了他家。摩洛哥的房子都很大，如果你去到中国的南方，在很多乡村里面，他们的房子也很大，都是那种独栋的房子，而不是公寓式的。他家的房子有2层，他们呢是把我安排在了第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去接我的那个人是这个家里面的2哥，那他家里有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叔叔、他的姑姑，还有他的妹妹，还有一个弟弟，还有好像没有了，他的爷爷我记不太清了。所以我们的语言不通，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靠手或者所以我们做志愿者工作的地方跟我们当天到达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做志愿者的那个地方呢，是在绿洲里面，很荒芜，没有什么人，所以我们是要去这个绿洲里面盖房子。所以呢，我本来是第2天要去到这个地方的，但是我接到消息说明天会有另外一个志愿者也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呢可以等他一起来，等他到了之后呢一起过去。所以我就又在他家住了1天。下面我来说一下我的感觉。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其实让我想起了我爸妈的老家，或者是我的老家。我不经常回去，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我去的那个 Dagunet 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第2天早上起床，我站在外边呼吸，
感受了一下，就想到了我的家乡。然后一整天我基本上没有办法跟当地人交流，因为真的是语言不通。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期盼，很盼望那个另一个从瑞士来的志愿者能够赶快到这个地方，这样我们2个人可以作伴，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交流，可以聊天。然后我超级期待的就去车站接他了。当天晚上我们吃了 couscous， 美味啊！我觉得摩洛哥的美食如果不是第一，也绝对是第2了。我们当天晚上聊了很多很多，我们也都很期待我们第2天会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第2天早上我们去当地的市场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然后就坐着这辆3轮车就出发了。在那一刻，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我们下一个 podcast 再来讲我在那里做的志愿者活动吧，令人终身难忘的一次经历。下次见。